一向喜欢制裁的美国，为什么却纵容印度拥有核武器？如果印巴爆发核战争，谁会赢？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回顾以往，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整个破坏力至今都让世界颤抖。而随着现代科技的不断发展，现代武器对人类的杀伤力以及对城市的破坏力，可以堪称是毁灭级别的。所以一直以来，人们都非常担心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可近日有传言说，印度人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要来了。他们假设了一种可能性，在三战期间，巴基斯坦攻打印度，印度会在最后阶段亮出核武器，包括美国在内的多个西方国家都会无条件支持印度用核攻打巴基斯坦。印度还真是个神奇的国度，在摔飞机领域创下了40年1000多架无任何国家能破的记录也就算了，如今连想象力都是1等1的丰富。不过转念一想，可能印度也有自己的道理，毕竟印度和巴基斯坦都是拥有核的国家。说起印度，该国的国防力量确实不差，拥有近140枚核弹头，暂列世界第7。除去联合国5常，印度以第2梯队第2名的成绩成功进入了核武俱乐部，真实实力不容小觑。印度能够从80年代初只拥有个位数的核弹头，到2011年80枚，再到2020年140枚，以该国衰积水平能存在这么多核弹头也是奇迹了。美国表面虽然对印度经济进行制裁，但暗地里军售订单接得更欢脱了。一向喜欢制裁的美国，为什么却纵容印度拥有核武器？印度拥有核武器后，自然可以牵制东方大国，拿别国当枪使，这也不是美国第一次干的事儿了。至于巴基斯坦与印度交战多次被暴打，疫情期间更是如此。可巴基斯坦真的如看上去那么软弱可欺吗？说到这，我们需要看清一个事实，印度虽说频频对巴基斯坦动手，但其实也只敢在印巴边境闹上一番。真要爆发第4次印巴战争，印度或许立马就怂了。印度为什么会幻想第3次世界大战？在他们看来，无论是克什米尔还是已经绷得很紧的美国和伊朗，这些地区的战争都很可能成为世界性的大战。按照这个说法，第3次世界大战会在亚洲爆发。当然，印度人这么认为也有他们自己的小心思。在亚洲爆发第3次世界大战，届时美国和以色列都会帮助印度。如果印巴爆发核战争，谁会赢？首先，巴基斯坦也有核武器，且数量比印度多，质量也比印度好。其次，3位一体核打击能力。虽说印度和巴基斯坦都拥有陆基、空基、海基全方位核打击能力，但其中空中作战印度实力如何很明显，无论是人员综合素质以及机型都存在问题，就连印度飞行员带着炸弹返航都能不小心把自己家的空军基地给炸了。反观巴铁、枭龙战机、幻影5战机都能携带核武器，在空战中，巴基斯坦真要是把核武器扔到印度家里，印度人可能还没出门，在自己家绊一跤就自爆了。别看印度现在频繁叫嚣巴铁，真到了世界级大战的时候，哪还有把握能赢？很可能就是同归于尽的结果。印度要造10000吨驱逐舰，还要上电磁炮、激光炮，靠谱吗？莫迪估计怎么都没想到这一点。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众所周知，印度下一代 P-18 10000吨级大型导弹驱逐舰是该国为了对标中国055而展开的项目。截止到目前为止，也就只有美国、韩国以及日本等几个国家正在建造或者研制10000吨级新型驱逐舰。可以说，印度在研制新型武器方面又一次走在了世界前列。值得一提，印度准备在下一代10000吨大驱上使用像电磁炮以及激光炮这样的顶级装备。印度要建造10000吨驱逐舰，并且还要装备多个尖端的武器装备，这靠谱吗？印度制造能力如何，想必没有人不知道。在这种背景下，哪怕是跟别国一起合作研发都比较困难，更别说印度自己研发制造。
不过，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印度自己看起来似乎很有信心。据悉，印度很早就对下一代大型驱逐舰进行了论证，但是就目前看来，该国自己都没搞明白自己新一代万吨驱逐舰到底是什么样子。最开始，印度 P-18万吨驱逐舰像是美国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的翻版，是该国学美国得到的。只不过后来因为美国想搞一型类似的全隐身驱逐舰失败后，印度也就随即改了想法。紧接着，俄罗斯放出了2356型核动力巡洋舰的 PPT 以及模型后，印度又开始把主意打到俄罗斯身上了，多次希望俄罗斯能够把该巡洋舰改成常规动力，但是俄罗斯出价太高，印度放弃了。兜兜转转了一圈，印度又重新回到了维沙卡帕特南级驱逐舰的基础上进行放大，并且同时进行了大规模的改进。从这也就能够看出来，印度压根儿没有自己的想法。如此一来，印度下一代万吨驱逐舰何时能建好还不一定，就别想着什么激光炮和电磁炮了。再者，现在的印度就算是有能力，可能未来很长时间也没办法启动这一项目了。根据印度媒体的最新消息报道，印度国防部长对外表示，印度方面将充分确保其在资源方面所面临的挑战不足影响到本国武装部队的作战能力。此前，辛格曾多次对外声称，印度军队正在感受到来自国防预算吃紧的压力。许多大型现代化项目都因为缺乏资金而被迫放缓。在中印边境对峙之际，印军确实需要消耗大量的资金，而边境问题一日不解决，资金紧缺的压力就会越来越大。早在疫情爆发之前，为印度空军所采购的光辉战机、印度海军引入的核潜艇以及印度陆军购入的坦克等一大部分国防项目就已经被搁置了。如今国防预算吃紧，很难保证下一代万吨级驱逐舰不会因此搁置。估计莫迪怎么都没想到新型武器或将死在中印对峙上，美俄也想不到印度抄到最后卡在资金上了。发生了什么？为什么美军大批舰队开始撤军？国内疫情危机的同时，美国还有更大的麻烦。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美国疫情仍然在持续蔓延，有美国媒体表示，从单日新增病例、单日死亡病例以及住院病例3项指标来看，在过去的7天里是美国疫情爆发以来最严重的一周，超过18000名美国人在过去7天里死于新冠肺炎。华盛顿大学研究所预计，在未来的3个月，很可能超过237000名美国人死于新冠肺炎。值得一提，截止到目前为止，美国疫情死亡人数超过32万例。在疫情在美国迅速蔓延之际，监狱也成了病毒传播的天堂。消息指出，有20%美国囚犯感染病毒，而这一数据是普通人群的4倍之多。由于监狱内过于拥挤且不通风，不仅病毒传播速度急剧上升，给隔离工作也都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在如此危机的情况下，美国的经济也大幅度下滑，一度跌至谷底。国内危机重重，国外亦是如此。美国当前在世界各地的局势非常不容乐观，世界各地都掀起了对美国袭击的新浪潮，导致美国面临严峻的安全局势。由于在很多问题上都很难达到共识，美国正陷入各种混乱和撕扯当中，这也就给了很多袭击者一个绝佳的机会。近段时间，美国在世界各地遭遇的袭击可以说是数不胜数，就差没成为人人喊打的落水狗了。面对多次的袭击，美国也是防不胜防，不得已的情况下开始寻求盟友保护美军。谁知这种呼吁没得到任何国家的回应。随着国内危机的加重以及袭击事件还在不断发生，美国的压力正在持续加大。根据伊拉克军方的消息表示，巴格达市中心绿区突然遭到8枚卡秋莎火箭弹的袭击，其对准的是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馆。尽管美国大使馆立即启动了防空系统进行拦截，但依然有部分设施受到了损伤。
在该起事故发生前，有传言说美军的一支军队在伊拉克南部某一地区的一条高速公路上也遭到了袭击。除此之外，在叙利亚、阿富汗、肯尼亚等多个地区，美军基地、车队也接连遭到不明武装力量袭击。与此同时，也分别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伤亡，损失不断加大。美国所面临的安全局势越发严峻。从这也就能看出，世界已经打响了对美国的第一枪。在呼吁盟友帮助却没有回应的背景下，美军开始撤军了。大量飞机和军舰接连抵达索马里等地，组织当地的美军进行紧急撤离。撤军的消息，美国至今未回应，但不难看出有这样的可能性发生。世界各地都掀起对美的袭击浪潮，以美军现在的局势，或许逃跑才是最好的办法。而对于外界而言，估计怎么都没想到这样的情形会发生在美国身上。